這是故障的 LED 燈泡。先來看看症狀。只有微微亮光，顯示在0瓦。之前還會閃的，現在不閃了。想辦法把它拆開，比想象中容易。我本來還以為會需要工具。觀察它的結構，這邊有裂痕，感覺很脆弱的樣子。不曉得是時間久了裂化，還是本來就如此。有一圈白膠固定着，聽說是導熱膠，我不確定。之前看它會閃爍，我想檢查它的驅動電路，所以試着把它打開。它紋絲不動，看來沒那麼簡單。還是先檢查 LED 燈珠。目前會亮的寥寥無幾。簡單搭了一個固定座，有一顆明顯發黑，把它導通看看。有些燈珠變亮一點，但還是有好幾組不會亮。接着我粗略地分析了它的故障狀況，在假設驅動電路可以正常工作的前提下，看看這塊 LED 線路能不能修復。但我不是這門專業出身，許多地方只會概括帶過。假如我有說錯的話，還請大家在留言區指正。加強畫面對比後，我可以看見它的電路走向。它的設計是每3顆燈珠為一組，並連在一起。總共有9個組，組跟組之間的正負極頭尾相接，串聯在一起。現在的狀況是通電之後，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只要有任何一顆燈珠被點亮，就證明這個串聯電路是導通的，有形成回路。C9 這一組裡面，燒黑的這顆明顯已經損壞，但因為串聯電路是導通的，所以猜想這顆燈珠的故障狀態是導通的。另外2顆沒有發黑也不發光，就能推論因為其中一顆已導通，所以大部分電流選擇最輕鬆的路徑通過。那麼就算這2顆沒壞，剩下的微弱電流達不到 LED 導通門檻，所以無法點亮。至於說為什麼我把燒黑的這顆跨接後，其他的燈珠會更加再亮一些，這可以推測是它的狀態為部分導通，也就是仍有電阻，我把它跨接之後才接近完全導通，就好像水龍頭開一半或完全打開的差別。再來看 C1、C2 這2組，一個組裡面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會亮表示電有經過它們，不亮的表示電無法經過，也就是故障狀態為斷路。前面 C9 的例子說過了，如果有短路的地方，電就從短路的地方溜走了。在這裡電選擇點亮燈珠，是因為它沒別條路可以走。C5 這一組裡面沒有一顆會亮，但前面說了，串聯電路是導通的，所以我推測這裡至少有一顆是故障並且導通的。想要修理 LED 燈泡，除非我有相同規格的零件與工具可以做替換，不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壞掉的燈珠直接短路就好，讓電路繞過壞掉的那一顆燈珠。但是在並聯的電路裡面，跨接任何一顆燈珠，整組就不會亮了。那如果不跨接嘛，剩下還會亮的燈珠可能會分配到超額的電流，進而使它加速損壞。要是壞掉的燈珠在並聯電路裡佔比很小，比如只佔1/10，並且它是斷路狀態，剩下的燈珠因此增加的那部分電流估計不會太大，那還可以嘗試修理看看。反之，如果壞掉的佔比太高的話，就不適合這樣搞了。
前面講的是並聯電路，那換作是串聯電路中跨接一顆燈珠會怎樣呢？如果是使用橫流驅動器的話，剩下燈珠所需的電壓變少，經過驅動器自動調節後，可能會更省電，但這仍要看是否在驅動器的容許範圍之內。如果超出範圍的話，驅動器可能會因此失控，引發其他問題。一趟分析下來，這裡損壞的燈珠太多了，也就沒必要修理了。但我還有個想法，就是用我上次買的燈條來改裝它。我只要保留它的外殼，裡面的電路都用不到了，可以直接破壞。其實當初買燈條的目的，就是想要在各種老舊燈具損壞後拿來改裝。燈條比較容易塑造成想要的樣子。打開了，原來裡面長這個樣子。這鋁板背後有濕氣，不曉得是水還是其他物質，感覺它悶在裡面很久了。我需要移除驅動電源，因為我的燈條不需要它。可是它拿不出來，我沒辦法用工具伸到裡面去剪斷它，也不想用力將它拔出來，因為我想保留它的導線，不然要在這狹窄空間裡重新焊接也會很困難。沒辦法，只好從後面拆開。我不想破壞得太嚴重，畢竟還要能夠組裝回去。這隻熱縮管包覆的東西，形狀看起來像電阻，測量阻值有13歐姆，影響不大，我就不拆它了，把它當導線用。當時燈泡在閃爍時，就在懷疑是電容故障，有在考慮換電容。現在看到它的外皮裂開，不禁好奇它經歷了什麼。剛才看到的濕氣，會不會就是從電容噴出來的呢？焊接導線，把它延長。把燈座裝回去，同時也固定導線的另一端。它原本就是這樣組裝，塞回去還是很緊的。這是2條導線，必須從中間剪開，讓它穿過鋁板。我保留它是為了要利用它的白色反光特性，並不是要用它的電路。這裡也很緊，塞進去後不用擔心它鬆脫。把燈條纏繞在我準備好的 PVC 管外圍，確認所需的長度。這裡有適合的裁切線，就在這裡剪斷。它本身帶有背膠，先將它粘在管子上。設法加強固定，試試看熱熔膠。雖然我知道燈條會發熱，但會熱到什麼程度我不清楚。我手邊可選的材料不多，總不可能纏膠帶。雖然也想過綁鐵絲，但怕會短路。
這次就當作實驗，估計最嚴重就是燈條壞掉。導線看起來去頂到燈珠了，我事後有做修正。調整位置，確保它能直立站着。測試看看，可以點亮。現在瓦數4.6，它原本是13瓦，想必亮度也相對低了些。但這是樓梯間在用的，其實需求沒那麼高。把外殼裝回去，這裡用膠帶簡單固定就好。萬一日後有必要拆開調整，會比較方便。最終測試，還是蠻亮的。不過攝影機都會過度曝光，我降低曝光度讓大家看看。這在肉眼看來是很明顯的，直覺讓我想到了晚上。看看在樓梯間點亮的效果，我覺得亮度可以接受。隔天又到了晚上，還沒燒壞。不過看來它整個圓柱掉下來了，所以燈條緊貼着外殼，還有融化的熱熔膠也留下來粘在外殼上。但判斷燈條沒有從 PVC 管上脫落，否則應該會更加散亂。就這樣用下去吧，日後如果惡化再看情況處理。這次就分享到這裡，謝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